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香港某个小区的一个单元里，3名妇女身穿道袍离奇去世，2个年幼的孩子双双殒命厨房和浴室，窗户上的黑色剪刀被红绳紧紧缠住挂在上面。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去世真的是怨灵作恶吗？故事非常引人深思，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事情还得从1998年的香港说起。7月22号那天早上，九龙区的警局里来了一位新面孔，他急匆匆地向值班室走去，还没等大气喘顺，便说道：“阿 Sir， 我要报案，我太太不见了。”值班警员一边拿起人口失踪登记表，一边打量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先生，你冷静一下，你能跟我们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吗？”男子解释道：“昨天中午，妻子从银行取了77万港币现金，说自己要出门办点事情，很快就会回来。可直到现在，妻子都没有出现，自己怎么都联系不上她，周围的亲朋好友亦是如此。”男子在登记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许金正，香港上市公司乔威集团的时任董事长。而就在1个月前的6月23号，他的公司刚刚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可转眼间，妻子林春丽却突然失踪了。他考虑到林春丽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丈夫公司的情况，警方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警局又接到了一起人口失踪的报案。失踪的女子名为蔡秀珍，巧的是，失踪前也同样带了一笔现金，只不过是22万。那这还不算什么，最让警方觉得有点意外的是，失踪的这2个人刚好是闺蜜。警方一方面让林春丽丈夫注意家中和公司的消息，留意有没有绑匪的来电，另一方面则从2人的社会痕迹入手排查。结果还真的有人发现，失踪的林某和蔡某在公共区域出现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当地的德福花园小区西座501单元。德福花园位于香港九龙湾地铁站旁边，大大小小一共有41栋，受限于机场因素，楼房的高度在11到26层之间，一共有5000多个单元。来到501单元门口，警员敲了敲门，却无人回应，警方只好破门而入。结果里面的场景彻底震惊了他们。刚走进客厅，警方就看到了一个女人躺在客厅里，双眼紧闭，身上还穿着寺庙的道袍。摸了摸女人的脉搏，发现已经没有了气息。同时，屋内的空调温度非常低，还飘着一股腐败的气味。顺着这股味道，警方走进紧靠客厅的浴室和厨房，发现2个女孩躺在地上，同样没有了生命体征，只剩下发胀的尸体。如果普通人看到这场景，那晚上睡觉时绝对会失眠。抱着忐忑的心情，警员走进了主卧和次卧，同样发现2个毙命的女人。死去的人分别是48岁的林春丽、42岁的蔡秀珍，以及徐顺琴和她2个15岁和17岁的女儿，一无5命。事情曝光后，立即引起了街坊邻居的热议。许多人都说这是风水问题，因为在501单元的一扇窗户上倒挂着一把用红绳系着的黑色剪刀，锋利的刀尖在血红色的衬托下散发出诡异的气氛。3个女人身上的道袍以及奇怪的姿势更是添加了神秘的色彩。人们不禁想问，德福花园的501单元究竟发生了什么？该不会真的闹鬼了吧？而街坊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这里的确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案发的19年前，在距离小区还有1个月就完工时，6名工人乘坐升降吊机进行抢位作业，可升到西座8楼时，吊机突然开始下坠，6名工人不幸身亡。更加巧合的是，这6名工人死亡的地点刚好也是501所在的西座，时间也刚好是7月22号。按理说这样的悲剧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可事后无论是地产商还是吊机制造商都不肯主动出来承担责任，所以有街坊就说这是6个冤魂回来复仇了。为了安抚逝去的死者，德福花园物业自发组织的法事，帮助超度死者。除了女人身上的道袍、绑着红绳的剪刀，警方还发现了3张红色的小纸条，笔迹分别来自3个女人。第一张纸条上写着：“我丈夫在外面染了个情人，经常夜不归家，现在还想和我离婚，我很害怕。如果到时法院判我净身出户，那我以后连小女儿的学费都缴不起。”第2章和第3章也是类似的内容，
都写着丈夫对婚姻的不忠。就几名死者的丈夫来说，他们的确有出轨包养情人的能力。例如前文中林春丽的丈夫徐某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包养小三就如同穿衣服一样简单。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港澳台也的确有一些商人喜欢包养来自内地的女人。在桌子上，警方发现了一张购物清单，上面是举行法事的用品，底下还备注着时间。他结合尸检报告，案发时间应该是在7月21号上午11点左右，就是前文中徐某报警的前一天。可有个关键的问题，警方得弄清楚，他们是自己直接举行法事，还是说有请个法师来帮他们？他怎么找出这个法师呢？警方就来到了德福花园附近出售红白芝士用品的店家，但是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老板只记得那天的确有个女人来店里买了一些东西，但是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回到局里，重案组围在一起讨论了一番，他们注意到一条线索，许泰说过这钱只是暂时用一下，很快就会拿回来。可搜遍501单元的各个角落，警方都没有找到这笔钱。不但如此，蔡秀珍的22万港币也不知所踪，算上徐顺琴的钱财，整整120万不翼而飞。这让警方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屋五命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就和这笔钱有关。很快，尸检报告传了过来，5名受害者身体没有任何搏斗痕迹，全都是死于氰化物中毒。它作为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物质，氰化物曾一度是欧美特工的热门武器，仅需50毫克就能在几分钟之内送人去见耶稣。可警方搜查一番后，并没有在屋内找到残留物，这就更加验证了警方的猜想，有人在案发后清理了现场，还带走了120万现金。凶手会是谁呢？警方转向了死者的丈夫，但他们都不太可能作案。2个呢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一个自己的公司刚上市，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悄悄对比3个女人的社交圈后，警方找到了一个男子，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平时喜欢捣鼓一些茅山道术之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案发之后这个人突然离港，嫌疑的确很大。可几天之后，他却主动来到警局，说自己前几天刚好临时有事，所以才离港，而他提供的不在场证明也确实可信。警方的调查到了这里就陷入了僵局。而就在这时，另外一起案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在501单元出事的前一天，同样是在德福花园也发生了一起命案。T 座的一名妇女突然跳楼自杀，在家中同样留有写着情感矛盾的红色纸条。她与蔡秀珍不但认识，还一起参加过一个日本教派举行的活动。而难道说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日本教派吗？重案组成员穿上便衣，假装自己是虔诚的教徒，以此刺探这个组织的面目。他一番调查猛如虎，一看结果250。这个组织虽然很玄幻，但是和501单元这起案件没有直接的关联。2条线索的挫败让警方开始怀疑，难道说这3个女人的死和别人无关吗？直到在一次走访时，徐顺行的一位朋友透露，几天前自己本来想邀请他来家中聚餐，却被拒绝了，因为徐顺琴说自己刚好请了位大师到家中做法。这位朋友依稀记得大师的名字叫做李玉辉，是个大陆人。而在入境记录中一查，香港海关还真的找到了几个名为李玉辉的人，其中有个男子从7月19号入境，2天后突然离港，离开的那天刚好就是501案发的21号。几经辗转之下，香港警方用电话联系上了李玉辉，他说自己的确认识死者徐某。本来大家说好要在22号举行法事，可那天自己接到了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徐某的朋友，说法事临时取消了，还赔了我3000块港币作为赔偿。收到钱后我就回内地了。那警方反问李某，你收下钱后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去了呢？听到警方的怀疑，李某些生气，并且大声说道，我去香港就是为了给他们做法事，那他们不做了，那我肯定马上回大陆啊，难不成我要站在维多利亚港吹西北风吗？而对于香港警方的调查要求，李某直接就答应了，但他表示最快也得在30号才能到达香港，因为需要办证，然后便匆匆挂断了电话。而对比李玉辉的资料，香港警方发现这家伙的港澳通行证是双程的，根本就不用重新办证。他不撒谎还好，一撒谎那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而另外一边，鉴定科的同事传来了消息，501单元发现了李玉辉的指纹，所以不管3721，先把这家伙带回局里再说。案发11天后的8月1号，香港警方联合大陆上演了一场敲山震虎。香港警方上门拜访李玉辉在香港的亲戚，大陆警方则事先埋伏在李某在大陆的落脚点。在搜查李某亲戚住所时，重案组发现了一条尼龙绳。大道银行一问，马上有了新发现。某位银行职员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说这条绳子是自己亲自捆的，绝对错不了。因为21号那天，许泰一次性取了70万现金。作为经常使用支票和刷卡的香港人，这很少见，更何况对方还不是公司会计之类的人。他跑了几个地方之后，警方就发现李玉辉包养了个情人，可刚到两人住所，却发现他们已经逃之夭夭。从香港、广东汕头到湖北武汉，大陆警方辗转多地之后，终于在9月15号逮捕了46岁的李玉辉，随后将其移交给了香港警方。根据资料，案发前几年李玉辉在蔬菜公司工作，后来因为工资微薄转行成为记者。他由于年轻时曾和长辈干过红白之事，搭配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不务正业的心思，有人就给他起了个阿恒的外号，意思就是没有正经本事而又自语不凡的人。面对警方的审问，李玉辉一脸不屑，简直拽得要上天。警察我见得多了，多你们一群和少你们一群都一样。而正常人遇到这样的无赖，那肯定气倒不从一处来，可香港警方却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你要跟我玩，那我就跟你玩到底。审讯室里，警员把李玉辉锁在凳子上之后，便当着他的面玩着扑克牌和象棋。那现在你想跟我说，我还不想听你说呢。连续10几天下来，李玉辉实在交战不住警方的心理攻势，最终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案发3年前的1995年，李玉辉来到香港探亲，暂住亲戚家中的他了解到，很多香港大妈非常的迷信，这让他觉得自己年轻时学的风水道术没白费，于是便开始物色诈骗对象。案发当年的6月，林春丽、蔡秀珍和徐胜琴3人到大陆深圳处理私事，机缘巧合之下就遇到了李玉辉。凭借一番连哄带骗，李玉辉让他们对自己的道行深信不疑。几个人约定在6月底的时候到香港徐胜琴家中做法。李某3人本以为找到了婚姻的救星，却不知已经遇到了致命的危险。他看到3个珠光宝气的阔太太，李玉辉就心生了歹念。他告诉李某3人，你们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年龄准备现金做法，例如你48岁，那就得准备48万，3个人加起来就是120万港币。案发当天的7月21号，李玉辉赴约来到德福花园501单元，他在客厅门窗上贴上符纸，让李某3人穿上道袍，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诉求，就如俗话说的，诈骗第一步，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开始做法之前，李玉辉拔掉了电话线，谎称是避免电磁波的干扰。然后李玉辉将李某3人以及徐某2个孩子分散到了不同房间，趁他们不注意时，往矿泉水加入了氰化物，并向其谎称这是符水。首先喝下符水的是徐某的2个女儿，可没几分钟之后，他们便痛苦大叫，然后倒在了浴室和厨房里。母亲徐胜琴听到声音后想过来查看，却被李玉辉大声制止，你们不要管，做法事要专心，不要管其他事。随后李某3人也分别喝下了符水，一屋5人全部命丧黄泉。搞定几人之后，李某就将120万港币装入了袋子，洗净了装有氰化物的杯子，擦掉了自己的指纹和脚印，赶回到只有5分钟路程的姐姐家中。就是在那里，李某剪断了捆钱的尼龙绳，然后坐车从深圳口岸回到了大陆汕头，将赃款交给了情人，一半让情人用亲戚的名义分散存入银行，一半则藏了起来。案发4个月后的11月中旬，大陆警方向九龙警方移交了李玉辉的抢来的赃款，同年判处了李玉辉死刑。但如果单独看李玉辉这个案件，的确也不算离奇，可放到当时那个时间点，情况则完全不同。同一个小区，一个女人听信日本邪教的蛊惑而自杀，5个女人因为迷信遭遇毒杀，6个工人因为意外坠楼身亡。当这些事情被糅杂在一起时，留给警方的破案程度就如指数般上升了。世上本没有离奇的案件，有的
只是错综复杂的人心。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